Hello，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大川哈。首先呢，第一个就是说，你到日本留学来啊，你想要的是什么东西？这个你必须要搞清楚啊。你比如说，以我个人的这个经验来讲，就是我为什么要到日本来留学？其实呢，当年是这样，就是我爸我妈帮我找了一份工作，然后呢，在一个大企业里面上班，然后呢，我个人觉得呢，就是挺无聊的，所以呢，就以我个人的这个经历来讲的话，很简单，就是那个时候我差一步就要成为家里蹲，就要成为啃老族了。所以呢，那个时候呢，我必须要走出这一步。所以呢，我到了日本去留学。所以呢，有一句话讲的很重要，就你到日本来留学，或者说你到日本来做生意，或者是怎么样，这个东西啊，其实问其他人都没有什么用的，你得先问自己。犹豫就是一个人没有决定力的一个证据。有一些人他比较适合来日本，就哪些人比较适合呢？就像我刚刚说那种，就你在家里蹲，然后呢，你父母呢也有点经济实力，但是呢，你又觉得好像跟着父母给你设定的这个路径走呢，你不开心。然后呢，你这个时候呢，你不管是去日本，还是比如说你从深圳到上海，或者从上海到深圳，或者是从深圳跑到北京什么，你不管走哪条道路，你换一个地方，离你的家人远一点，然后有自己的一个独立的这个思考的空间的话，相比来讲的话呢，会比你在自己家里面待着要好很多。大部分的人的成长啊，都是在失败当中成长，因为这个是有脑科学和心理学的根据的，就是你的所有的记忆啊，是在你悲痛的时候，它是特别强化的，就你特别容易记住那些让你伤心的事情。结果呢，你回头去看你那些快乐的事情，你那些顺利的事情，你所做的选择是正确的那些事情，你的记忆当中是没有任何的印象的。所以呢，人本身，我们从基本欲求这个角度来看，就是说你不是说把所有最好的选项给了你的小孩，然后呢让他去走你设定好的那个道路，然后那个小孩他就能成长的好的，不是的。所有的小孩啊，都是在一次一次的挫折和一次一次的失败当中，不停的强化自己的负面记忆，然后才最后呢才能够成为一个真正能够顶天立地的一个在社会上生活的人。独立这个东西呢，本身就是大家的一个基本的诉求啊。独立了，你到日本来之后，你独立完了之后，你下一个选择是什么？其实是统一啊，就是我们到日本来，一开始比如说对中国共产党有各种各样的看法，然后这个不好那个不好，然后中国这个东西我瞧不起，那个东西我瞧不起，然后我都独立了，我有独立思想，我没有受人家的洗脑，然后我怎么样懂事儿，然后呢，我看这个西方民主自由，哎呀怎么样，什么这个天灵盖好像一根线啪一下怎么开窍了啊，我终于看懂了，什么共产党是邪恶的，这帮人哈，就大家都有这么个阶段，你不要说没有哈，就都有这个阶段。但是问题是过了那个阶段之后，你会发现，你如果不进行这种集结式的这种统一，你没有一个更加有力的团体，你到底怎么弄钱？这就是我要讲的一个关键的第二个重点，就是你到日本来留学，你图的是啥？如果说你图的是阶层跃迁，不好意思，你到日本来是不可能有阶层跃迁的。就是你不管是去哪里留学，你都不会有阶层跃迁。就有很多人说到外国留学，他那个收入会高，收入高和阶层跃迁是两个概念，你要明白吗？就在我的定义当中，所谓的阶层呢，就是说你要看你能动用的社会资源的多少。是吧？恩格斯不是讲了吗？人的性格是他社会关系的总和嘛，就是有 A B C D E，大概有5个阶层。但是呢，A 上面还有个 S，什么样的人是 S 的阶层呢？S 的阶层他就是资本的主人，就是他不用工作的。A 是什么呢？就是帮着 S 打工的人。你要从中国到日本来，然后呢，你要完成你的阶层跃升，这个是不可能的。就是说，你最多呢是往下，就比如说你的家庭是 B，然后呢，你过来，你最多是个 C，不可能比中国的阶层还高。但你说啊，在日本赚钱赚得多，是他的工资是比较高，但是问题是你在社会上得到的尊重还是那个阶层的尊重，你根本撬不动这个社会资源。所以呢，你比如说我们讲，如果有一个人哈，他在谷歌里面当工程师，一个月赚10万美金；有一个人在中国，他当包工头，一个月就赚11000人民币。但是在阶层上来讲的话，那个谷歌的工程师是比那包工头的水平要弱的，因为呢，包工头是个 C， 至少是个 C， 然后呢，你这个在谷歌里面呢，它还是 D， 你赚多少钱都是 D。比如说这个王志安吧，单纯按播放量来算的话，他一年能赚140万美金，不是一个小数目，一个月10万多哈。但是问题是，那王志安的阶层是什么阶层？就他能撬动多少社会资源？
就关键就在这里，自媒体大部分都只是 D 啊，他没有办法到 C。有的人说啊，我出国留学了，然后呢咋地，我那个阶层能够跃迁，我能够赚钱，那不可能的，就是你永远都是往下面一个阶层。你想做部长了，你是要往上爬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就很难。所以呢，到最后呢，如果说你还想完成阶层跃迁，也就是说你在这发达国家你赚了一些钱，然后呢累积了一些这个原始资本，然后呢你回国你开始做阶层跃迁，那是可以的，但是你一定要回国。但是你留在日本的话，其实大家都赚了点钱，这就是我们讲阶层是没办法上去的一个真正的原因啊。同时呢，你要明白，在日本呢，你好歹能混个地啊，但是呢，你要论去美国的话，中国人过去哈，他只有2个阶层，只有3个阶层，应该这么说，要么就是 S，要么就是 B。就是说，去美国的都是 SB，什么北大清华毕业啊，然后学的什么计算机啊，脑子好的不行呢，混个绿卡。然后这帮人呢，充其量算是个 B，然后剩下的所有人去美国都是 E，分化的这么严重。你英文讲的再好，你骂共产党骂的再狠，然后你说你阶层跃迁吗？不可能，你就是 E，你永远都是 E。你那么喜欢刷马桶，你干嘛不在国内刷呢？你干嘛跑到澳大利亚去刷呢？如果说你要到日本来留学，你的目的是做阶层跃迁，不可能的，永远不可能。就是我讲过这个人品问题，就升阶层这个角度，就是你和人的关系反而变得比你的专业技术要重要。你就比如说，我一直都讲这个王志安，他其实人品是不行的。有很多人不理解哈，你凭什么说王志安的人品？他不是这么正义使者吗？善恶分明嘛，然后还什么言论自由？你就比如说这次他做了个视频，然后人家给他抖内，然后给他捐钱，捐了多少？捐了将近1000万日元嘛。然后这1000万日元呢，他当中拿出了一小部分啊。去给那个罕见病基金，然后呢又拿了一小部分去犒劳一下他的员工，然后呢剩下那些钱呢都拿去打官司，说要去和这民进党什么争个高下。就从这一点上来讲，他这个1000万的这个分配的方式哈，当中有500万，至少1半以上是为了自己的私欲。你这个就是为了出自己一口气嘛？你说什么司法公正？你就觉得民进党对你不公嘛？然后你就跟民进党这个怄气嘛？你怄气，你说啊，我要搞这个几百万，我整死他，我恶心死他，我做个癞蛤蟆，就是咬不死他，我也膈应他。你一个公司的领导人，然后呢，你赚了一笔额外之财。然后这额外之财当中有超过一半60%的钱都拿去给你个人私欲去用了，那你这个人叫人品好吗？他们公司的人会因为打赢了这场官司就发奖金吗？开什么玩笑？打赢这场官司只是王志安可以去台湾玩了而已，没有什么任何的对他们公司有任何好处的。就是我们讲做一个人呢，最主要你如果想要上阶层，你得对自己比较抠门，然后呢对别人要大方。所以呢，这就是我今天这个闲聊主要想讲的一些内容啊。